嗨，同学们好！今天呢，可以说算是我们第5关生物系列最强一期，干货爆炸。才入坑游戏那天是18年4月19号，哎，那你们是哪天入的坑？我看一下有没有比我还早的，或者有没有同一天入坑的几个同学啊？那都说有手精湛的技术，不如脑子里强大的意识。毕竟技术这个东西需要我们反复揣摩、反复练习，才能达到一定的完美度。但意识这个东西，只要你记得住，就像我划水都能到5阶3，努力还能上个6阶。所以1、2、3、4阶的同学，如何在下个赛季像我一样快速拿到5阶呢？废话不多说，直接送上今天的干货。因为内容较多，才会按照正常一局游戏的时间顺序去给大家归纳什么情况应该做什么。最先说的肯定就是开局阶段啦，大多数人想的肯定都一样，开局找电机修呗。那要不要修？怎么修？该修呢，它也是很有讲究的。我们先讲第一个，关于开局阶段修机问题。低阶局可能普遍存在一个现象，就是开局监管无论率先在哪，心里想的是反正有电机的位置肯定就能找到人，于是盲目找人挨个排查电机，以至于毫不夸张的说，有时1台电机都开了还没找到人。所以求生者对该不该修的问题没有太多的重视，相反，在高端局中，监管每次都能很快又准的找到第一个人。如果你留心的话，就会发现，每当你出生在一个位置时，监管就会固定对应出生在另一个位置。这个时候我们最好不要急着修附近电机，因为同理监管也记了你的位置，会直接过来抓人。举个例子，当你出生在教堂的这个位置，监管就很有可能出生在墓地，然后对方一刻不犹豫直奔现场。所以一旦你记住监管出生点，知道自己又在离监管最近的危险位置，这个时候不要修机，往相反方向拉距离。可能你躲不掉第一个招鬼的命运，但拉距离一定会帮助你尽快找到6轨机会，晚些倒地。那这里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如果你确定自己的位置很危险，但你又是像前锋、佣兵这种6轨能力强的角色，可以不拉距离先找个地方藏起来，因为有耳鸣出现，监管必定找人。我们可以和监管打游击战，并且游击战时尽量不要给到视野，让监管误以为是其他人就会一直找。我们的目的就是耗他时间，给队友休息创造环境，能拖住监管一会儿是一会儿。对方一旦发现是你就放弃抓人，前面的拖延时间战术就成功了。就算是监管头铁继续拽，角色属性的原因你又不好被抓到，还是一样拖延6轨时间，对不对？说完了要不要修，我们再来说怎么修。很简单，一句话，修机快的是老大。如果遇到盲女、机械师这样的角色，即便你的电机已经修了一半了，就算有多舍不得，也要记得给他们让机，不要和他们抢安全位置电机，给他修。那顺其自然，一个让机阶级就出来了。底层人民不要哭，你们可以互相抢。要说的就是中期阶段。第一个，中期阶段6轨问题。那菜芽说的6轨并不是指6轨技巧，以往的视频你们也看过，我都是随缘6轨的。这里要说的是6轨意识。在6轨过程中，如果监管换追，就给队友发送信号，让队友警惕起来。但如果换追目标是你，依然给队友发信号，然后代理自己遗产，让队友来播，不要挡自己遗产。那你都代理自己遗产了，当然跑路时也不能带到队友遗产，对吧？还记得前几天我们视频中有说过，如果你的6轨位置真的很刁钻，也不是说6轨时一定不能带到队友休息位置，万不得已溜到队友附近时，一定要提前发送信号，让队友先跑。而且就算你做到了发信号，队友也提前跑了，也不要一直在队友遗产机6轨，不要倒在遗产机。过来的目的是把队友休息位置当做一个过渡点，然后安全转点成功去往新漫区，代理好后让队友接着休息。还有一个6轨时要注意的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队伍中有像盲女、机械师、剑师娃娃等，千万不要带到他们身边，宁可自己倒下，也不要让监管发现他们的行踪。那为什么你们懂的哈？最后一个关于6轨的意识，就是呼应开局阶段报备地下室的那条，前期掌握地下室位置后，6轨时就不要往地下室附近跑啦。
接着说第二个中期阶段上瘾问题。你以为上以后就没事做了，可以享受闲暇时光直到队友救人了吗？那怎么可能？打起你的100分精神好吗？我们知道，当坐在椅子时能更清晰看到队友们的休息位置，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记好队友们都在哪里休息。那记队友的休息位置要做什么呢？就是为了以下我们要说的第3个问题：中期阶段从椅子上被救下后需要做什么？因为救人队友基本都会带搏命，所以被救下顶着搏命后不要往队友休息位置跑，可以的话跑得再远点就更好了。如果是已经坐到遗产机附近椅子的情况，被救下后就要在上面的基础上再加一个不带到队友休息位置，并带离自己刚刚座椅位置。如果你不幸坐到了 VIP 的椅子，不用考虑其他事，带着搏命赶紧从 VIP 出来，跑得离地下室越远越好，不要再被送回地下室，增加队友29难度。还有就是必要时也要记得给来救你的队友扛上一刀，因为现在监管一有机会就会打双刀，就是你和救你的队友都倒下来，这样求生的节奏就会崩，那早晚都要倒，不如打到有价值些替他挡刀，这样也方便队友下次救人。把监管打双刀的想法扼杀在摇篮里。但这里菜鸭还要延伸一个特殊情况，如果你是26能力较强的角色，就比如我们的咒术师、勘探员的，被救下后也可以选择赶紧跑路不扛的，一个技能或者磁铁3连拉开距离后继续溜就完了。说到这儿，那勘探都3连啦，你们呢？要不要也来一个？什么？不知道3连是啥？点赞、评论、加弹幕啊！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除了被救下后不带遗产，被救下后给队友扛刀，被救下后远离地下室这些意识外，还有一个小细节意识：当你带着搏命又确定吃刀，周围环境允许的话，趁倒下前这段时间，尽可能跑向一些离椅子很远的角落位置，比如这里、或者这里，这样是为了加长监管从拉气球到送椅子的这段时间，也算是在拖延时间这件事上尽了一点点微薄之力。如果周围还有前锋、野人或者勘探员这样的角色想截活，就倒在障碍物旁边，方便队友秀他的操作。再来说第4个中期阶段救人问题。那救人需要哪些意识呢？救人位肯定都会带搏命，我们就不多说了。首先要说的就是最简单的救人发信号，千万别小看这小小信号。又是信号问题，知道信号多重要了吧？赶紧把1抠起来啊，同学们！那救人时发送信号主要2个目的：一是当队伍里救人位数量大于1时，不会造成多人来救没人修机的情况；二是让队友知道你的电击位置，方便其他人补到你的遗产。第2个救人时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卡血线，我们要会分卡半和卡满救人，监管手势时间越久，队友寿命和其他人休息时间就越久。那这里菜鸭依然要延伸几种特殊情况，差不多也是相反秒救的情况。监管不守时，你就秒救不要卡血线，别卡着卡着把监管卡回来就惨了。有队友帮忙吸引监管注意力，就不要卡血线，在另一边趁机赶紧偷人。监管是风眼、邦邦等这种手势能力较强的角色，看情况秒救。监视救下人后要不要给队友扛刀？依旧是通常救人位救人都会带搏命，都知道搏命会让队友有20秒无敌状态，此时不要扛刀。只有1个救人位，并且还需要你2救时，不要扛刀。那在2救时如果已经没有了搏命的情况下，而你又确定一定以及肯定要救这个人，无伤救人后一定要扛刀，不要只顾着自己跑路，不然被救下的队友即便被救，没有搏命马上也会吃刀再次倒地，浪费休息时间又没有意义。尽量争取到扛刀，让队友顺利转点，最好达到监管换挂的目的，或是了解电击快压好，死保队友争取大心脏。最后一个要说的是什么情况不救，什么时候压满救。不救的情况，开局秒倒电击右手，被救下后又不能自保，skr。还有就是开局秒倒地下室，其他人全用搏命压满救的情况，离上瘾队友较远来不及卡半，秒倒带有26和自保能力的队友。以上就是按正常一局游戏时间顺序前半部分的大致意识，因为内容较多，菜鸭会分上下2期介绍，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期的视频？如果喜欢的话，那菜鸭争取尽快出下一期，就讲一讲关于最后一台电接、结尾开门战和其他一些意识问题。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内容，而且想让你的路人队友也知道这些意识的话，也可以分享转发一下。在这2年里，是因为从心底对第5游戏以及对屏幕前你们的热爱，让我一直坚持走到现在。熟悉菜鸭都知道，之前我们1阶时只做一些娱乐视频，直到今年年初，菜鸭才开始去研究对局分析，打排位上分，然后中规中矩就拿到了上个赛季和本赛季的5阶3，并不是我技术学的有多快有多好，完全都是靠一些基础的局内意识。而且说实话，这个赛季也基本在划水，3个月可能只有1半时间在上分。那还是要感谢同学们一直以来的支持，今晚8点直播间再见啦！